他第一次用筷子夹菜吃饭，却一不小心把寿司掉进了酒杯里。家人们都嘲笑他连块寿司也夹不住，但他却意识到了不对，因为刚刚他并不是手滑，而是手指根本使不上劲。联想到白天自己系鞋带时手指的不受控制，拉蒙怀疑自己是不是得了什么病，可妻子认为他只是最近工作太累导致的，也许休息一晚就没事了。然而等到第二天一早，拉蒙不仅控制不了自己的四肢，就连说话也开始语无伦次。妻子连忙把他送到医院检查，在等待报告结果的期间，他反复告诉医生自己不可能生病，从小到大他感冒的次数用手指头都能数过来。医生闻言默默地伸出了右手。¿Y eres de los que puede hacer así con la mano derecha? 如此简单的动作都无法做到的他心中顿时一惊。果然，当检查结果出来后，医生告诉他患上了罕见的多发性硬化症，简单来说就是体内的免疫系统出错，攻击了保护大脑的髓鞘物质，从而导致神经系统短路。更严重的是，目前为止还没有能根治此病的治疗手段。¿Pero qué pasa? ¿Que me voy a quedar en una silla de ruedas? No sabemos ni qué ni cuándo va a pasar. Puedes tener un brote cada 10 años o 10 brotes cada año. Según el informe, Ramón, ahora mismo no podrías ni andar. Venga, hombre. 听到这话的拉蒙勃然大怒，当即起身离开了医院。等他晚上回到家时，已经满身酒气。妻子开口想要开导他，却被他毫不客气地怼了回去。就连听到动静下楼的岳父也惨遭一顿臭骂。¿Cuándo va a arreglar el techo en su casa? ¿Eh? ¿Cuándo? ¡Mierda ya! ¡Joder! 等他酒劲过后，妻子再次找到他进行沟通。拉蒙对昨晚的事情感到抱歉，同时也害怕自己余生成为一个废物，无法照顾家庭。妻子一边安慰他，一边把他温柔地抱进怀里，接着拿起针剂注射到他的体内。在等拉蒙的情绪稍微稳定下来过后，他再次回到公司给客户制作方案。可当他起身准备进行讲解时，硬化症却不合时宜地发作了。他瞬间感觉失去了触感和语言能力，随即当着众人的面晕了过去。等他再次醒来时，已经躺在了医院的病床上。此时的拉蒙也终于接受了自己患病的事实。他删掉手机日历中未来1年的工作行程，打算跟病魔来一场持久的保卫战。但当他鼓足勇气来到康复中心时，现场的画面却让他心中一惊。这里到处都是因患病而无法行走，甚至失明乃至全身瘫痪的人。坐在他旁边的病友用着消极的态度告诉他一个事实 ：Ya verás, en un año no podrás caminar ni 100 metros. Es lo único seguro en esta puta mierda de incertidumbre múltiple. 病友的一番话瞬间让拉蒙心灰意冷，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里。从这天起，他把自己封闭在房间，不和外界接触。妻子见状很是担心，他打电话给拉蒙的同事，想让对方带他出去放松一下。然而他们却纷纷都找借口回绝了此事。妻子也在这一刻明白了什么叫做患难见真情。就在他焦虑如何是好的时候，腹部却在这时猛地传来一阵剧痛。画面一转，妻子的第二个孩子已然出生，而拉蒙也终于走出房间，回到了现实。看着怀里刚出生的宝宝，他似乎找到了令他不再放弃的理由。这天，他在平板上看到了一场100米竞速的比赛，他发现100米的距离似乎并没有那么远。可当他走到街上时，硬化症却再次发作。好在妻子及时发现，追了出来。此时道路因为拉蒙已经堵得水泄不通，妻子连忙把他搀扶到路边坐下休息，同时也意识到以后不能让他独自上街。但由于自己工作在身，他只能把这项任务交给自己的父亲。接下来的日子，拉蒙每天都上街锻炼行动能力，岳父则跟在后面止不住地抱怨他的速度。就这样，两人每天都一边拌嘴一边做康复训练。很快，拉蒙越走越远，越走越快。随着身体机能逐渐恢复，他也来到了设备更加齐全的健身房，当然也是为了不让岳父在自己耳边唠叨。也就在这天，他意外看到了墙上贴着的铁人3项海报。拉蒙的脑海中瞬间浮现出一个大胆的想法，他把自己准备参加铁人3项的比赛告诉给了妻子。妻子知道自己拗不过拉蒙，于是提出来一场家庭投票比赛。然而他万万没想到，一直都和拉蒙不对付的老爹居然赞同了他的提议。就这样，妻子不得不答应下来。Muy bien, tú harás el Ironman, pero solo si tú te encargas del entrenamiento. Bueno. 之后，拉蒙便跟着岳父回到了乡下。可他没想到，第一项训练居然是替岳父耕地。他拿起锄头，刚刨了2下，就忍不住的抱怨。Bueno, ¿cuándo vamos a dejar de hacer esto? Y nos vamos a poner a correr. No puedes empezar a correr así como así. Empezaremos por el principio. Pero si esto es el Big Bang de un entrenamiento. 虽然拉蒙嘴上骂骂咧咧，但身体还是很实诚的，在太阳下山前干完了所有农活。随后，岳父提来几袋农作物，并让遮住眼睛的拉蒙伸手触摸识别它们。Café. No, arroz. Ah. Mete la puta mano. Harina. 一次也没猜对的他让岳父很是苦恼。接着他又带着拉蒙来到沙滩，让他按照地上画的直线来回走10次。
Ahora esto parece un ejercicio para un niño de 2 años. Ya lo iremos complicando. Venga, ¿Pero cómo quiere que vaya recto si las líneas no están rectas? ¿Ha bebido? ¿No? ¿Ha bebido? venga, llegamos aquí y giramos.岳父没有理会他的抱怨，在拉蒙完成了他下达的任务后，他又找来绳子把两人的脚绑在一起，玩起了小学时才做过的两人3足游戏。但才刚跑了没几步，两人就因没有配合摔倒在地。拉蒙此时完全不明白这些训练究竟有何意义，他甚至认为岳父就是老天派来折磨自己的。可直到这天晚上，他意外在箱子里发现了一个奖杯，这才得知岳父年轻时是一名环法自行车的领航者，完成过平均3500公里的赛程，甚至还拿过一个阶段冠军。No deja de sorprenderme, viejo. Anda, déjalo de los encontrados. 随后，两人坐在院子里，第一次像朋友般喝酒聊天。岳父也终于说出了训练他的原理，让他耕田种地是锻炼他的握力，蒙眼食物是恢复他的触感，而在沙滩上走直线是提升他的平衡力。一直以来都讨厌岳父的他，在这一刻终于有了改观。但就在两人聊得开怀大笑之际，拉蒙却突然面色一凝，嘴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Una ambulancia, hostia. Manolo, que me ha dado un brote en el dedo, en un dedo de la mano. Mira cómo se me ha quedado. Mira, báilalo. Y que lo lleve a tu casa. Hijo de puta. Y lo saca 4 veces al día. 从这天起，拉蒙开始无条件的相信岳父，而岳父也开始好奇他发病时究竟是什么感觉。拉蒙闻言让他张开双臂，在这临近万丈悬崖的边缘开始了原地转圈。在转了100多下后，拉蒙突然把他拉住，岳父瞬间感到头重脚轻，晕头转向，他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而这就是拉蒙现在的生活。为了能让自己全身心投入训练，他来到公司主动提出了离职的意愿。虽然上司对他十分不舍，但也只能拍拍他的肩膀进行安慰。接着便在招工快的58同城上招了一位员工代替他。没有了事业上的牵绊，岳父也开始让他进入了骑行和游泳阶段的训练。可这天岳父正因拉到赞助，兴致勃勃的来找拉蒙时，却发现他瘫坐在海水里一动不动。岳父着急忙慌的跑过去将他抱起。这次硬化症的发作让拉蒙完全感受不到肉体的存在，而医生也告诉了他右半身瘫痪的结论。长久以来的努力在此刻瞬间化为泡影，绝望的他再次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与世隔绝。但岳父却并不打算放弃，他一边给拉蒙按腿，一边告诉他自己的想法。El año que viene voy a estar preparado. La gente dice que las cosas son ahora o nunca. La gente dice mierda. No tiene ni puta idea. Vas a volver a correr. Mírame. Vas a volver a correr. Volveremos a hacer esos 100 metros. 岳父的话再次点燃了拉蒙的信心，他主动配合医院做康复训练。虽然只有左手和左腿能够操控，但在他那钢铁般的意志下，拉蒙居然仅用了100天，就让原本瘫痪的右半身逐渐恢复了知觉。在离铁人3项比赛还剩130天时，他就已经能够在泳池里正常的游泳，身体素质也逐渐恢复到了巅峰时期。就连岳父也一度不是他的对手。很快，时间来到了比赛来临的最后一天，妻子在他的手臂上写下比赛编号，告诉他自己一定会在终点线等他回家。随后，参赛者们戴上泳镜，等待着比赛开始。在听到裁判鸣枪的瞬间，选手们纷纷冲进了大海，开始了这场3.8公里的游泳。尽管拉蒙在比赛前做足了准备，但他仍用了1个半小时才跌跌撞撞的回到了岸上。他来不及休息整顿，连忙又骑上自行车开始了180公里的车程。因为整场比赛只有17个小时的时间，他根本没有任何喘息的机会。看着其他选手一个又一个超越自己，拉蒙的体力也逐渐开始透支，但他的眼神中却透露着一股从未有过的坚毅。终于在第8小时50分钟时，他熬到了马拉松的起点。妻子和岳父在一旁为他呐喊助威，可眼中却露出了一抹担忧。他们害怕拉蒙熬不过42公里的马拉松。此时已经有人来到了终点，而拉蒙却才刚刚起步。随着太阳慢慢被乌云遮住，周围的气温也逐渐降了下来，他的呼吸也开始变得急促。看到周围有参赛者选择放弃，拉蒙想到了岳父对他说的话。A ver, está el día muy real, muy cambiante. Así que lo mismo te asas de calor que te cagas de frío. Recuerda, rendirse no es una opción. No es una opción. 就这样，拉蒙在一次次的呕吐中坚持。很快，天色逐渐暗了下来，比赛离结束也仅剩3个小时不到。越来越多的选手跑到了终点，妻子也不由得开始担心，只能默默的祈祷拉蒙没有在半路发病。在比赛结束还剩9分钟的时候，主办方已经开始收拾场地，准备离开。岳父见状，连忙冲上去。No he visto la hora que es. Lo que estoy viendo es que todavía queda gente por entrar. No hay nadie por entrar. Eso lo Bueno, eso lo dirás tú, coño. Soy un familiar. Sabré yo si queda gente por entrar. 就在他们争得不可开交之际，体力已经完全透支的拉蒙倒在了地上。Venga, arriba. Venga, vamos, Ramón. Venga. Emma, no te preocupes, es mi triatlón. No, no es tu triatlón. Es el nuestro. Ya verás. En un año no podrás caminar ni 100 metros.
一家人就这样手拉手相互扶持跑过了终点。从未流过眼泪的岳父也在这一刻激动地抱着他放声大哭。至此，故事结束。生命中的百米是由真实事件改编的电影。片中拉蒙的原型在之后的日子里还完成了4次马拉松、8次奥运铁人3项、5次半程铁人赛和16个半程马拉松。如果一开始他选择了放弃，也许就会如当初的病有所言一样，1年后的他连100米都走不出去。但他却用行动打破了这一魔咒，用自己那凡人之躯做出了不可能实现的事情。正如岳父对拉蒙所说，不管路上遇见暴热还是暴冷的天气，一定要记住，放弃绝对不是你的选项。无论我们的生活中充满了多少乌烟瘴气和黑暗苍茫，只要不放弃自己，我们就一定能走出属于自己生命中的100米。